PCIe 5.0 的硬盘将往顺序读取可达到10GB 每秒，顺序写入可达到9500兆每秒，并且温度超低，带缓存。即使跑圈的时候，它也只有55度。它就是今天的主角 Nest Orange 家的 N5 Pro 1TB 版本。大家可能对 Nest Orange 不大了解，它这源自索尼的品牌，后来独立出来了，也是 PS5 国台中使用量数一数二的头部产品，市场份额占比很高。发来的快递盒它都是索尼的。他家的 PC 产品线的固态也一般都是电竞级的高端产品。Nest Orange 同时也是日本 SCARS 战队的赞助商，还是非常有实力的。那我们先简单开个箱啊，包装盒正面非常简洁 ，Nest Orange 的图标和固态规格，就是这个包装比平时的固态可大太多了。反面则是5年的质保和容量标识，大家可以看到英文和日文的标识。我这款是原装进口的产品，国内才刚刚到货，才上市销售。我们来看看里子。一张说明书，一个固态本体，非常简洁。这个固态的本体真的是太夸张了，采用纯被动散热设计，没有加风扇，这点很好。我看很多 PCIe 5.0 硬盘还得加个风扇，这点对我这种声音敏感人群来说是个福音。纯被动散热相对于主动散热的优点就是静音、省电、低故障率。整个散热器的本体是用铜加铝上下对称的超大散热鳍片加导热管的设计，这种设计我还是第一次见。看来这款固态对自己的散热设计非常有自信。那我们就拆下来看看啊，具体是怎么回事。里面的散热器硅脂给的非常足，主控发热量大，所以采用的是散热硅脂加铜质底座，整个散热器非常沉，做工非常精致。我们来看看固态本体，正反两面一共4颗美光的闪存颗粒，主控是群联的 PS5026，海力士的缓存全部都是正片。那么装回去上个机吧。本次相机测试我将采用原生支持 PCIe 4.0 和 PCIe 5.0 的主板上进行测试，因为现在原生支持 PCIe 5.0 硬盘的主板铺货量较少，所以我们来看看它在 4.0 的环境下会有怎样的表现。测试平台是英特尔的 12700K， 主板是微星的 Z690 刀锋钛，放在第一插槽，尽力减少干扰。格式化之后，我们可以在 CR 中看到它的传输模式 4.0-5.0， 就说明它识别到硬盘是 PCIe 5.0， 但是它只能在 4.0 模式下运行，标准是 NVMe 2.0， 其他硬盘都是 NVMe 1.4。在室温25度的情况下，开机之后 NN5 Pro 温度仅为31度，而同时开机的 SN850X 代码加版本比它的温度高6度左右。看来自带的散热装甲是真的很给力。我们来跑一跑常规测试 ，ASSD 实际3次连续性的测试时，顺序读写为5830和5740，CK 性能是84和289，得分12000分，真的太夸张了啊！比同为 PCIe 4.0 的翘楚 SN850X， 它的分数要高上1/3。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真是全方位碾压，而且这只是 PCIe 4.0 主板的表现。我们再跑一下空盘的 CR 和 TX， 顺序读写可达到7100和6700。基本跑满了 PCIe 4.0 X4 的理论带宽 8GB 每秒，这个是真的屌，而且温度表现也非常棒。我这3项测试是连着进行的，它的温度也只是从最开始的31度涨到45度，甚至都没到50，这也归功于它超大的散热模组。我们来看看全盘读写性能测试，在这个 PCIe 4.0 的主板上跑这个 PCIe 5.0 的固态，性能真的是太夸张了。在空盘状态下，全盘读写写入前100G 是可以达到5800兆每秒，100G 到750G 是1700兆每秒，800G 之后是800兆每秒，读取则可以全程稳定在5300兆每秒。这个成绩确实不俗，主要是温度最高也只有55度，比某些 4.0 的硬盘温度要低得多。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确认 N5 Pro 在 PCIe 4.0 的 M2 插槽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完全可以跑满 PCIe 4.0 X4 的带宽，而且没有兼容性问题，并且因为没有跑满，所以温度也比较低，最高55度。我们来看看它在 PCIe 5.0 原生硬盘位置的表现。主板是技嘉的 Z790 雪鹰，这应该是最便宜的英特尔阵营原生支持 5.0 硬盘的主板了啊。内存条是金百达的刃系列套条，单条 32G 6000频率。为了在年前给大家把这期视频赶制出来，我在京东花了将近4000大洋，看在有这么诚恳的份上，给个3连吧。为了控制变量 ，CPU 还是英特尔的 12700K， 在 BIOS 中将 CPU 直连的 PCIe 插槽改为近5，重启开机。我们在 CR 中可以看到传输模式为 PCIe 5.0-5.0， 这回没问题了。那我们跑一下空盘状态下的 CR 和 TX，CR 顺序读取达到了9000和8800，TX 顺序读取更高，达到了9600和9400。没办法，这颗 12700K 在我这测试的时候成绩就会比较低，但是也远超 PCIe 4.0 硬盘的上限。如果是他家2TB 版本，速度会更为夸张，读取在 12.4GB 每秒，
写入在 11.8GB 每秒。我们来看看预占 200G 之后的它的全盘读写测试。一次性写满整个硬盘，前 100G 是可以跑到8100兆每秒，100G 到700G 之间是1800兆每秒，700G 到写完是1000兆每秒。读取则很稳定，7200兆每秒，这个速度基本就是 PCIe 4.0 达不到的，温度最高也只有56度。我们先把硬盘写入 70%， 再进行全盘读写测试，看看它的性能会不会下降。全程跑圈的温度最高52度，写入前 20G 是可以跑到7300兆每秒，20G 到写入结束可以达到900兆每秒，读取则比较稳定，在6500兆每秒，属于相当能打的水平。我们来看看打游戏和剪辑如何。我在导出相同的 4K 视频时 ，N5 Pro 是5分钟 ，SN850X 是5分15秒，比 PCIe 4.0 的顶尖硬盘要强上不少。我这几天用它剪视频，在不开代理的情况下，比 SN850X 浏览时卡顿有明显减少。这个视频就是用这块固态剪的。理论上 PCIe 5.0 的硬盘在 3D 图形制作的时候，渲染和预览会更快，比如 3D 玛雅之类的。在 Apex 游戏测试当中，无闪退、无死机、无卡屏，最高温度也只有43度。单机游戏测试时，比我的游戏盘幻影 HV3000 要快上不少，毕竟我那个读取只有4300，还没有它的一半多。总结 ，Nest Orange 家的 N5 Pro 1T 本版本，全脸主控，美光颗粒，海力士缓存，超大的327片，向下兼容 PCIe 4.0 的接口，温度超低。即使你在 PCIe 5.0 的时候跑全盘测试，最高也只有56度。顺序读写可以达到10GB 每秒和9500兆每秒。即使你是 4.0 的主板，也能跑满8GB 每秒。视频剪辑速度更快一些，游戏加载速度比我目前的固态也快1倍。甚至我觉得，如果你是 PCIe 4.0 的主板，买这块固态才能真正体验到 4.0 的极限速度。如果满分10分，我愿意给 Nest Orange N5 Pro 1TB 版本9分。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赞、求收藏、求分享、求关注。这里是黑科技区UP小同学，下期再见。